我们生存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向哪里去？不存在中的存在到底是什么？离去的东西真的消失了吗？看不见的东西就能当作不存在吗？灵魂有形状吗？死后的灵魂又会去往哪里？私にとって魂って、自分が、死んでしまった後も生き続けるものでありたいと、私の中でも。盐田千春，当代最活跃的艺术家之一，从2000年代初开始崭露头角，在2015年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他以《The King in the Hand》代表日本参展，让他的名字迅速被更多艺术界人士知晓。2017年，盐田千春接到来自东京森美术馆的邀请，计划筹备在美术馆举办个人回顾展。然而在接到邀约的第二天，他被告知其12年前被诊断出的癌症再次复发。他说，这是我第一个离死亡这么近的展览，这也让我重新思考死亡与生存。在与癌症斗争的过程里，他完成了这次2年展览的筹备工作。絵とかキャンバスとか絵の具とかも、そういうことはもうどうでもよくて、とにかく表現しようって、私なりの作品を作りたいっていうので。2024年12月底，盐田千春的巡回展在巴黎大皇宫举行，名字依旧延续了灵魂的颤抖。我在2025年年初去看了他的展览，开场白是他的 Where are we going？ 黑色的线从空中垂下，几艘白色的船漂浮在空中，灵感来源于他从大阪到高知的童年渡轮之旅。他说在那里仿佛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件作品并不是第一次来巴黎，之前他用了150艘白船在巴黎左岸 Le Bon Marché 的玻璃天花板上挂下，但这一次明显没有150艘，并且他在其中穿插进了一艘红色的船身。我猜想这应该是与正式展览里的红色装置相呼应。整个装置悬浮在大皇宫的楼道里，观众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这个装置。我很喜欢他把这个作品作为了展览的前言，因为在盐田的语境里，白色象征着纯洁、空白和无限的可能，而船本身就是生命旅程的隐喻，是个体在时间长河中的存在，而悬浮这一状态是暂停，也是等待。展览是以他的 In the Hand 作为开始，以线条和手作为主要元素，点明了连接贯穿着他整个主题。他也在这里讲述了自己的患病经历。我想正是这种死亡的卷土重来，这种死亡的唐突，才让他对轮回、对未知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将 Uncertain Journey 作为展览的开场，也正是对这份未知性的诠释。红色，大量的红色，扑面而来的红，红到将房间的光影都染透的红。以三角形作为基本单位，随意编织出的巨大网络，有种清透的捕食性，似乎将要蔓延到你的身上，拖拽着你，以抵达到他所期待的另一个维度里。视野会跟随着这编织的走势，逐渐从肆虐的红里挣脱出来，瞥见底下单薄的船只。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我感受到了一股微风吹拂的细浪，经由眼前纤细却沉重的船只，轻盈地在脑海里翻涌着。是情绪吗？还是回忆？我有一瞬间不知道，被搅动起的记忆里，连接的究竟是过往还是将来。而此时此刻的我，正是那只被固定在房间里的船。对盐田来说，红色的线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它用线连接着人，也用线连接着万物。从他早期关于血管的行为艺术里，就能看见红线的影子。我更愿意相信，红色的线对于他来说，更是一种流动的、跳动的、有生命性的存在，因为这是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神秘力量，是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连接，是刻在东方人骨子里的哲思。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因缘。之后的房间里能看见更多盐田早期的作品。很多人不知道，盐田是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学生，他的行为艺术也承接了拉布拉莫维奇的特点，以身体的极限探索人类的情感、痛苦与存在的问题。Becoming Painting 将红色涂料泼洒在自己身上，以身体作为画笔，在画布上滚动，试图将自己与绘画融为一体。Try and go home。在山崖一侧挖出一个浅浅的地洞，躺到大地里去感受生命的诞生以及和土地的关系，又反复从洞中滚落，像是往返于子宫与墓穴之间，呈现出一种徒劳的西西弗西斯的循环。
The Bathroom， 赤身躺在狭小的浴缸内，用泥土不断地涂抹和清洗着自己的身体，口中吐出浑浊的液体，这到底是浊化还是清洗？有拆解，有轮回，有浊化，一切细腻的思考被隐匿在了更具迷惑的表象里。他早年以身体语言探索生命力量的过程，让他成功拆解到了自己的画笔，在线的运用与编织中找到了一种更具韧性与持久度的表达方式。这也是我最喜欢的阶段，一个艺术家构建自己语言的阶段。边上有一个大型装置的视频，内容都是关于衣物的装置作品，里面有几件长达14米的白色连衣裙被悬挂在空中，这些衣裙上沾满了泥浆，并且从上方不断有水倾泻而下，试图冲刷掉衣裙上的泥土。这是他于2001年在横滨3年展上展出的 The Memory of Skin， 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作品。借由巨大的湿漉漉的衣裙唤起布料混着水牢牢粘连在肌肤上的感受，将外界带来的身份的枷锁感通过视觉具象化的牵引到了触觉上。我想这是他的行为艺术的训练带来的觉知感的联动。展台里还有一小片平台展示了他的秘密空间，旧秤、生锈的轮子、旧娃娃、石头、坚果，来自前东德的模型房子，以及我前几天捡到的70余个小瓶子，这些就是我工作室里塞满的那种垃圾。从他自己的描述里，似乎他的收集都是一种偶然，然而作为旁观者，我看见的更多的则是他在随机性与意图之间的平衡。木马、家、床、娃娃、柔软的衣物，红色的线串联起的都是童真且柔软的部分，而汽车、金属器皿、石头又被黑色的线所缠绕。他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一点一点建立起他的宇宙。展览的中段是关于盐田的小型纪录片，从外界对他的看法到他自己对作品的解释，以及他的装置在其他领域上的应用。整个展览中几乎所有的空间里都可以看见他的绘画作品。盐田说，他是在癌症之后又重新拿起画笔，相比于他的装置，绘画里似乎藏着更多细腻的情感，水彩呈现的朦胧、迷失，线条和情绪的缠绕，人物在画面里的渺小无措。如果他的装置带来的是治愈，那他的绘画里似乎更直接且纯粹地展示着他的脆弱。展览的后半段，盐田开始呈现他的时间感和空间感。In Silence， 一架烧毁的钢琴周围被黑色线包围，边上同样是被黑色线条交织包裹的椅子。这是盐田在9岁时对于邻居家的一场大火的回忆。我希望通过黑色的线连接烧焦的钢琴和宇宙的深度，带着自我的想象，感知没有声音的音乐会的存在，想象着在这个不存在的空间里，虽然没有声音，但似乎又有人在弹奏，有人坐着聆听，音乐会仍然在进行中的感觉，像是一种仪式的残余。房间里微弱的钢琴声，向上升腾的黑线，夹杂着灰烬、记忆、创伤，在房间里奏响着寂静。盐田还有一个相似的作品，并没有在这次展览中被提及。这是一个在约克郡雕塑公园的装置，名字叫做 Beyond Time， 是以一个金属钢琴框架，通过白色线编织的网格，夹杂着乐谱，向空中释放着音乐声。Beyond Time 在探讨的更多的是音乐的永恒性，人类创造声音的记忆与自然的共生关系，给人无尽的希望感。而 In Silence 则更加关注在灾难的痕迹和沉默，但两者共通之处都是在讲述着记忆跨越时间的力量。再往后则是 Reflection of Space and Time， 这是我个人在整个展览里看了最多次的一个作品，它的趣味性非常强。盐田在中间用镜子做了隔断，你看见的2个裙子其实是镜子的反射，周边有很多黑色的线，黑线象征着记忆、情感中的纠葛与迷失。在这个装置里，它利用黑线混淆了视觉。当你靠近这个装置时，你会发现自己也走到了它所编织的空间里。在我看来，这面镜子是整个装置的关键，它既衍生了新的空间，又完全颠覆了真实与虚假，更打破了观众所处在的现实和他记忆的界限。在它的边上则是 Broken Windows， 这件作品是他通过每天走访20多个建筑工地收集来的破旧的窗户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面曲面的墙。他说，我凝视着柏林建筑工地那些废弃的窗户，
我开始回想起东西柏林分隔了28年，我思索着这些同一个民族、说着同样语言的人的生活，他们如何看待在柏林度过的日子，以及他们想过的事。我站在这面墙后，我觉得这也是盐田在柏林生活时对这个新环境不同视角、不同时间段的窥望。他透过窗子看见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在他眼前流动变化，但他永远无法真正的走进它，因为他始终是被隔绝在外的。他对柏林的认知是有限的，是处在想象之中的。我一开始会有一些不理解，为什么裙子、窗户和墙会被放在同一个空间里，直到我读到盐田说，肌肤是人类的第一层皮肤，服饰是人们的第二层皮肤，而人们生活的空间围绕着人们的墙壁、门窗就是第三层皮肤。我忽然间就明白了，他是在通过服饰、窗户、墙这一系列物理性和象征性的元素来探讨外部世界与个体之间的隔阂与联系，探索空间和个体存在的边界，这也是他与柏林新生活之间的不可见之物。我觉得我仍然被困在那个既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的疏远的中间地带，无法突破我的皮肤，我自己的边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痛苦着，因为我试图突破它。我被他在采访里的这句话深深地触动到，因为我近期也在做行为艺术，我也尝试过以身体作为媒介沟通不可见之物。我的导师告诉我，我正处在两种文化的摇摆里，我需要想清楚我要去往的方向，我要以何种文化作为我呈现在他者面前的根源。当时的我告诉他，这就是我始终处在多种文化的中间地带，始终处在一种摇摆之中。我之所以如此被他的作品所触动，是因为我看见他的作品里毫不避讳地呈现着他的摇摆，而我也相信这一份摇摆会轻轻地打动每一个异乡人。展览的最后是以 Silent Dialogue 作为结尾，一件充满隐喻的作品，由红线悬挂着无数的旧行李箱搭建了一个沉默的空间。对于他来说，每一个行李箱都代表着一个人，人在离开中看清自己，在逃离中找寻重构着自己。边上的小画记录着旅途里产生的一切连接、相识、同舟、边缘化、寻找来处、驯服、重生、磕绊，隐匿于人群之中，直到有一天再出走。我忍不住地想发问，这个人是带着什么离开的？是财富吗？是记忆吗？还是说他从未离开过，他是带着他的故乡一起离开的？我在这个装置前来来回回地踱步了很久，思考着这些行李箱的走向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我判断不了，一个个沉默的行李箱都在深深讲述着关于主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承载着流亡者、移民或者旅行者的记忆，或许未知才是最终的方向。我们身在何方，灵魂又要归往何处？盐田一声声的叩问，用孩子的回答将主题拉回到了最初的起点，造就了新的轮回。我很喜欢其中一个孩子的回答，他说，当我想到一个人的时候，我的灵魂会有一部分和他在一起。如果我们想到了彼此，灵魂也会相互拜访。灵魂始终是诚实的。我似乎更理解了盐田寻求不可见之物的意义。我们会在旅途里毫无征兆的相遇，我们会相知还是会离别，我们会惦念还是会遗忘。在如此漂泊的时代前，我们的灵魂又何时才会彼此拜访？我是了了，这是我的看展日记，也是记录着我看待艺术的方式。